我本来是喜欢宠物嘛，我从小的时候一直喜欢，那就是我觉得呢，喜欢宠物的人，他们肯定会很善良。我是突然这样想。然后2008年很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我肯定有记不清楚，但是呢，我记得是2007年上班，然后2008年退休。我其实那个工资什么的好好保存了。我在想啊，这样不行，我肯定不会幸福。那我先慢慢找一下我的工资什么的，全部拿出来。我买了一辆那个自行车，一辆帐篷，然后我想去韩国那个旅游。我一个人去看看一个照片。去旅游的时候，因为带帐篷嘛，然后就是晚上还要洗澡，所以我都去那个反正海边那个农村那边嘛，然后都是那个我去了那个学校里面，保安好好说我是那个在旅游，但是呢没地方睡，可不可以在我学校里面睡一下？然后他说一般都是那个好了，他们都说那你可以的，那你明天早点走。他跟我说，然后就是那边先那个做饭，吃晚饭，然后就是洗衣服，然后洗澡什么的，做。天天吃了这种就是做米饭，然后就是辣椒酱，就拌一下吃，然后再洗衣服啊什么的。去旅游也蛮好的，差不多一个月多。有的时候没地方睡，学校也找不到，但是太累了，就是时间太晚了，有点不安全嘛，危险，所以我就是海边啊这种地方随便睡。我这个时间以后我就知道了啊，你想做什么就做就好了，哎，不要害怕。带自行车济州岛也去了，你们看看，就刚开始的时候还好，你后面这种照片，我这个人真的是黑死了，这个皮肤全部变黑，因为衣服啊什么的也不多，每天洗，天天晒太阳，所以变得很黑的。我就想搞笑，没办法，我就是想幽默。韩国1拳嘛，所以一个月过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这个事情有的时候以前我那个中国朋友跟他们聊过啊。他们老是跟我说，这么一个月过韩国这么少，你们老是跟我这样讲，真的是你们老是说那韩国少，我觉得不能这样说啊，这个太过分了。你们应该说中国比较大，不要说韩国少，你们说那个中国比较大嘛，这样说心里也舒服嘛啊，你们给一点我面子好吗啊？你们都不给我面子，老是说那个韩国很少啊，哎呀你们韩国这么少，等等你们。给我面子，给我面子。反正我少的韩国就是一个月过了啊，够旅游了啊，差不多了。那下一个，我突然在想，我喜欢什么？我本来是喜欢宠物嘛，我从小的时候一直喜欢。那就是我觉得呢，喜欢宠物的人，他们肯定会很善良。我是突然这样想。然后呢，工资低一点没关系，我就是早一点下班，我自己的好好活着，然后以后好好找老婆，找好结婚生活，那就是我觉得我这目标到了。回来以后，我找到了一个那个首尔那边的那个工作，终于离开了我老家大邱啊，终于到了首尔，要快点了。但是还没到杭州啊，这个反正半天说吧，我找到了什么那个网商，韩国那个跟淘宝差不多的嘛，网商那个公司，那个是卖那个宠物用品的公司，你看看啊。跟他们工作没多长时间，就是跟他们出去玩了。但是那以前是我很喜欢戴帽子，我以前是其实不会打扮，不要喜欢打扮，就是因为天天喝酒嘛，天天喝酒、抽烟、玩游戏，不需要打扮，知道吗？所以我脾气也没有那么好。以前但特别是那个服兵役以后，脾气很差，有可能服兵役够累了，太累了，然后后来那个脾气变很差了，知道吗？所以天天戴帽子啊，不会天天穿那个运动衣啊什么的，以前是这样子的。后来现在是改了啊，现在，然后呢，后来带过来了我的东干，我自己已经开始工作了嘛，离开我父母了啊，所以我一个人在那个单身公寓生活嘛，我觉得。可以开始养宠物，东根是也是流浪猫，别的我看到那个流浪猫，他们都是那个大家都喜欢那个小猫咪，东根是他们说已经2岁多了，他年纪大了，然后特别胖，那时候特别大，那个人说我有点怕，会不会别的人都不会带走，他这样说，然后就是我自己带过来了，东根我觉得已经年纪也大了，所以别的人不会带走啊。所以我就带过来了。现在东根是已经15岁、16岁了，已经，他还在啊，我在我身边。然后东根，你看看东根，我教了那个上厕所，他真的很聪明。
我这个教了那个2个星期，因为那时候我打工，工资也不高，这个公司，但是呢，那个猫砂是特别贵，哇，真的，我1个月算一下，这个现在觉得猫砂还好，但是呢，那时候我工资太低了，然后真的猫砂、猫粮啊什么的，这个花钱太厉害了，我生活费也不够用。所以那可以想一想办法，然后我教他的那个想洗手间啊，洗手间，然后他就是2个星期就学会了啊，动作还是很聪明。后来还是用的猫砂了，因为用猫砂还是他们舒服。顺德是公司里面养的，但是呢，顺德我觉得公司里面他有皮肤病啊什么的没人管，卖宠物用品的，但是呢，那个老板真的对员工也是很差。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也是天天那样回去。他先刚开这个公司的时候呢，开宠物店嘛，很喜欢宠物，但是呢，后来就是赚钱，慢慢就是宠物是钱一样，为了拍照就是养的，知道吗？然后呢，后来就是长大了就是没人管，然后太可怜了，然后后来我自己带过来了家里养。所以顺德市其实已经走了，他们都是很好的，都是真的都是我的宝宝。都是我的宝贝。我在那边公司上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电话打过来，然后呢，我接了电话，他们说动物保护协会，然后呢，他们说他们有一个网站，他们就卖那个自己的宠物用品，然后赚钱，他们管理的不好，所以他们打电话我们，他们可不可以你们那个公司来管我们管理这个网站，然后就是每个月打钱嘛，是这样说，然后突然接了电话又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挂了电啊，然后因为我知道那个我们的公司的老板是就是一直他们脑子里都是赚钱所以肯定是这个对不上。然后我突然在想，要不要我自己干一下？然后过了1-2天，我在家里想了，然后我准备了一个 PPT， 那个老大是那个是女生嘛，那找老大，我跟我带过去电脑，然后 PPT 说一下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工作了，然后可不可以给我就是这个你网站给我嘛，然后我自己管理，我给你打钱就好了。然后就是突然想调整嘛，那边的人觉得我人还可以，所以我就让我做，然后就是开始了我一个，也是在首尔附近，然后就是一个地方我换了位置，然后我自己开了那个网店，我自己开了。还有这个是动物保护所这个是我那边的以前自己想做嘛，然后就是1个月1次或者是1-2次去那边就是帮忙一下他们的打扫卫生啊什么的。他们这种宠物其实很可怜的，他们没有主人。如果你们想养宠物的话，我觉得不要买就是这种别的人不要的就拿走，其实很可爱的会给你们幸福感。韩国这种地方很多。然后呢，2011年差不多了，杭州马上到就是这个是网站我自己搞的，因为这时候其实我没钱嘛。然后呢，韩国政府是这样的，你如果想开网站，有一个专门培训的那个学习，然后呢可以银行那边打给我钱。那时候网站网店什么的特别红，慢慢火起来的时候，我想借一下那个银行钱嘛，然后就是我其实学习了，去别的地方学习网店是怎么管理啊，这个是学好了，怎么打广告啊，然后后来开了借了一个那个很便宜的那个一个仓库，然后就是那个货什么的买到那边，自己每天管理，然后就是下班之前那个打包，然后送货什么的，一个人干的。那时候看的时候，一只猫，还有顺德一只狗，还有椰丝，还有一只那个大金毛。金毛也是动物保护所的时候这个金毛又少但太可爱了，然后就是我后来带过来了。然后带过来了以后，我发现了我是有过敏，我之前是不知道的，没有感觉到。然后去医院，医生说你不能养狗，然后没办法，我已经带过来了过敏药，然后就是养它嘛。后来我来中国的时候，一直顺德跟东根，他们2个是我带过来了，但是呢，也是送给别的人的。为什么？因为它太大了，还有主要是其实我那个过敏太厉害了。后来我带过来也真的不容易，所以大狗嘛，所以我就是没带过来，送给别的人了。진실의방으로상큼하게터져볼래？你的顺序还没到，你不能出来，现在等一下。后来说了什么
说了吗？这个我前面忘记掉了我在想，还没到，等2个小时，我觉得还要2、3个小时要的啊，还早。